大家好，我们今天跟着一位越南女婿呢，一起到了金瓯这个地方去下乡访亲。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到了金瓯这个地方，跟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到金瓯，但是却是我第一次到金瓯的朋友家里面去做客，也顺便看一下他们的民情风俗。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是搭飞机去，我们一大早就准备了一台车，直接就杀去机场。我们到了机场之后，我们就开始找柜台。其实我们已经事先在请人家在买机票的时候，已经帮我们事先在前一天就 check in check 好了，也就是说在算是网络报到的一种，然后直接就已经有位置了。我们只是很单纯的要托运行李，所以才需要到柜台一趟。过了身份查验跟过了 X 关之后，我们到了登机口的时候，发现还没有到金瓯的提示。现在这个它提示是到公岛这个地方，那这个是昆仑岛，那也是靠近金瓯的一个小偏岛。我就趁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就赶快去吃了一份早餐，然后在当地点了一份汉堡，大概10几万的费用吧。吃完早餐过了30分钟，上面的招牌就换成了金瓯了。那金瓯这个越南语在当地我们叫它感冒。接下来就过了半小时，我们很快就过了登机门，就准备登机了。感冒什么呀？飞机就是72人座的小飞机，那这个就跟我们飞澎湖的飞机是一样的。大家就坐位置之后，很快他就把飞机往后推，准备就起飞了。快要到金瓯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那种细细长长的水池跟水田。那因为这个地区它是比较低洼的，所以它是养殖虾子跟螃蟹是最多的地方。飞机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排队出去。感冒它是一个小机场，它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根本就没有输送车，就是运送行李的。它运送行李就是用手推车这样子一格一格的去把人的行李直接放到输送带上。在这里也看到一个2人座的私人小飞机，感觉他就是来这边做训练飞行的。我们提完行李之后，我们随便找了一个路边拉客的计程车，我们就坐了上去，然后就直接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因为接下来准备要渡船了。这个中心圆环就是金瓯它的重要的一个地标，那它最重要就是在这一个圆环里面，算是它的一个市中心。我们继续往南走，大概走了10几公里以后，我们就会到了一个桥下。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准备搭船了。Đi xe cũng quen ha, đi xuồng cho nó lạ chút. Rồi, còn biết. Đi cái公司，你嘴掏进来，坐这样子，坐中间。这是海参。对，海嘎座。绳子帮他拿下来一下。绳子啊，
有够快的，有够快的，太快了。空拍机追不上了。那这一段的行程，我们一共跑了20分钟。那为什么我们到人家家里面需要搭船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道路，汽车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它只能够容纳摩托车通行，所以他们的道路并不是很发达，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搭船才能够到达我们所要去的农家。到了，上船，这而已。韩國有唔講？啊，韓國，都講綁啊，腳。因为我们带了很多的小孩子的糖果、点心，还有这一类的饼干类的东西，然后要带给他们这一些当地人，所以大家很高兴的都来迎接我们。大家呢很高兴的就把我们所带来的礼物都直接拆开，然后分给大家，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农家对这个小礼物、小点心，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都非常的快乐。很多都是我们从台湾带过来的一个礼品。我有时间就跑到他的后面的后院去看了一下，发现他后面竟然是养鸡鸭鹅的地方。他算是还蛮简朴的一户农家。刚才公鸭，空话特别的公鸭。这个是那个公鸭。回头就看他们在料理一些晚餐。那我正在看他们今天的食材是什么。当然，他这边最有名的就是螃蟹，还有一些虾子。金瓯这个地方，它养殖螃蟹跟虾子是最有名的地方。那人呢？sống á. Mực này mực tươi sóc ra này nè. Mực à. Mới biển mới về đó. La đừng quá. Còn sống luôn đó. Có sống á. Đó. Cái này mới ngọt sống. Còn sống lại gây mê. Không sao là cái này lạnh quá đâu, không. Lạnh để gây mê. Lạnh rồi ha. Đang luộc đừng cho nó gãy cái chân. Đúng rồi. Này cho nó tươi nó xanh này. Lanh chăng. Nó tươi ra ngoài biển mới vô đó. Đi biển đi ra biển mua á. Biển ở đây là xa quá mà. Chạy 5 tiếng. Ra cửa vô. Về sáng vừa vô nè, nó tươi vậy chưa qua đá. Hôm nay tối là có ăn, tối là đã liều món rồi. 用椰子去煮的哦。用椰子去煮的哦。从仔葉啲腦啊。我们晚一点再来讲一下我跟他之间的对话内容。我们想利用一点时间，然后就到市集里面去买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就骑着摩托车直接到市集去。这里的路都非常的小，所以我说汽车都进不来，只能够在外围很远的地方。到了这里其实也只有2个菜摊，然后他有卖一些水产的东西。
这一些海产都是天然野生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渔温或者田里面抓来的。就像是这些字都不漂亮。生菜、西瓜、西瓜可以啊，西瓜。好了 ，OK 了，卤空，卤了哈，卤了就付钱了。我们买完水果回到原本的地方之后，发现他们都已经把所有的晚餐都准备好了，但是那个时候大概才下午4点。丰盛，就简简单单。这是丰盛。cái này nào cái gì ạ? Nhúng này mực với trong này. Mực. 稍等啊。对，稍等啊。这个鱼肉很鲜美，很好吃，这个好吃。哎呀，干焖没？现在就在吃，那晚上怎么办？快吃！在台湾都没得吃，就来这边吃啊。对啊，对啊。我们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锅嘎，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锅嘎。金瓯这个地方，它就是盛产螃蟹还有虾子，在这个地方养殖很多的螃蟹跟虾类，那也就是金瓯的特产。我在这边吃了很丰盛的海鲜大餐，而且他还卤了一只土豆猪脚给我们，非常大的猪脚。当然，他们在比较好玩的地方，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在煮鱿鱼的时候跟透抽这个东西，他们并没有去清除它的内脏，而是直接拿下去煮，所以整锅最后煮起来，最后里面都是黑黑的墨汁，整锅都是黑的。吃到一半以后，就会开始有很多亲戚过来串门子了，因为看到我们外地来的，也想过来一起喝个酒，认识一下。他们还顺便带我去旁边摘了一些他们种植的小辣椒，让我带回去品尝，让我感觉到这个辣椒真的是有够辣的。天色渐渐变黑之后，我们大概吃了1-2个小时之后，因为我个人没有盘坐的习惯，所以我开始感觉到脚很酸了，我就只好端了一个椅子过来，然后就坐在椅子上，然后再拿了一个保温箱过来当做我的桌子，然后就这样子陪着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吃。我们吃完了晚餐，接下来就是顺便去散步，因为天色很黑暗，所以我们基本上只有在附近逛一逛，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前天晚上我们很早就就寝了，那隔天一大早起来，我就直接躺在门前，因为天候蛮清爽的，我就直接躺在门前这样子乘凉休息。多久之后，他们就准备好早餐，然后就跑来跟我讲说，我们今天早上吃泡面，我只准备了2只小虾子，帮你加在泡面里面。看着那2只虾子，然后把整个泡面给淹盖住了，然后跟他们说，你这叫2只小虾子，我的泡面呢？他们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跟我说，是凌晨3点，他们就跑去抓鱼虾了，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今天早上刚抓出来的，所以是最新鲜的。整个抓回来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虾子跟鱼类都还是活的，那新鲜度其实是非常的高的。吃完早餐，趁着太阳还没有很大的时候，顺便出去骑车散步一下，然后了解一下他们这边的四周的环境。
我一边走就会发现到路边有很多的淤泥，那这种他们是需要用怪手去把它挖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去把这个淤泥从河道里面清出的话，你的船是没有办法靠近你家里的小岸的，就是没有办法靠岸的，它会淤泥会堆积，所以他们一段时间就要去清这一些淤泥。顺着河道走，我们就慢慢的来到他们以前念书的小学。那小学在河的对岸，所以他们说他们小的时候就需要把衣服折一折，然后放进书包里面，用塑胶袋装起来。他们叙述那个时候都没有桥，他们必须要就这样子挎着书包，然后自己这样子渡河过去。他们说如果遇到雨季的时间点，会有1-2个小孩子被冲走，所以以前的上学的路程是很危险很艰辛的。现在每隔几百公尺都有一座便桥，而且每家每户呢都有小船，所以渡河没有那么的困难了。很难想象他们小的时候上学是如此的艰辛。最后呢，我们空拍了一下这里的环境，我们就准备离开这个地方，准备要前往机场了。然后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我们之前跟当地人的对话是讲什么内容。那人呢？Đây, Sống á. Mực nào mà tươi sóc ra này nè. Mực à. Mới biển mới về đó. 拉人瓜。首先我先讲这个东西很大，拉人怂。那怂的意思就是指活的哦。然后拉人就是大的意思。其实他们在越南语里面大有几种表示方式，一种叫多，还有一个叫薄，然后那还有一种叫能。那如果说有些小店在卖东西，例如说我要大的牙膏或是大的一些东西，他们有时候会讲薄，会用薄这个字。我有一次去买牙膏，他就会跟我讲你要薄还是要nhỏ，也就是说你是要大的还是要小的。基本上这种用在于体积比较大小。那我们早期在常遇到的就是指人家，例如说在讲女孩子的身材，胸部如果比较大，他们就会讲有本，那这个就是南越的讲法，北越的讲法就会讲母本。然后我个人比较常用的大，通常都是用在于能，如果你这个是数量很大或者是高大，那通常都是用能这个字。然后基本上多这个字它是讲粗大的意思，就是指说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偏粗大，我们比较常用在于形容一棵树，这个树蛮粗大的，蛮粗壮的。然后比较粗壮树大，我们会用 get 多，就是这个树它是大的。对方讲的下一句话就是不呀不对，松改来嘞。对方因为口音的问题，那而且他在连续讲话的时候，他的尾音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呀或是的，他并没有讲的，他的尾音那个 i 音那个 e 音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他的么呀，然后他就发成么呀么的，他就讲成么呀么的松干奶呢。那他下一句话就跟着讲说，雷鸣么耶，他几乎那个后面只要有 i 字的那个那个音他都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接下来他讲的最后一个字叫做也，那就是回去的回。那我们北越音他是讲北，可是南越音在这边他们都讲也雷鸣么也，雷鸣么也。好，他因为他讲太快了，所以他的尾音几乎都没出来。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说这个鱿鱼又长又新鲜，而且还是活的，这些都是活的意思。雷鸣么一贝，那么就是指说我们刚从海里面抓回来的。雷鸣就是指海底，么一贝就是回来，那他的口音的关系，所以他讲么耶。那么一就是刚刚的意思，就是刚刚抓回来的意思。
拉人呢？ Đây, 怂吗？ một ngàn một tươi sóc ra này nè. 啊，不的。 Mới biển mới về đó. 拉人瓜。接下来我们在谈下中再讲，他就讲说“狗怂狗怂”，就是这个东西还活的意思，就是还活着还活着。然后他接下来就讲“懒梅龟妹”，那“懒”是就是指冷的意思，哦。然后“雷”就是为了，“龟妹”就是麻醉。龟妹这个字比较常用在于医疗部分，就是属于麻醉这一方面的一些行为动作，他们都叫龟妹。哦，它就是说，那冷它会让这个东西就是进入麻醉状态。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感染懒瓜呢，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冷，它就会，他就讲说，冷咯冷的给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说，它在煮的沸的时候，就是煮沸腾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断。它指着它的脚，哦，它指它的脚的位置，就指说这个东西它在煮沸的时候，它脚就不容易断的意思。那给这个字就是指断掉的意思，哦，例如说我手断掉或脚断掉呢，我们都会讲被给了，就是被打断了。Còn sống luôn đó. Có sống á? Đó. Cái này mới ngọt sống. Còn sống lại gây mê. Không đó. sao là cái này lạnh quá rồi, không. Lạnh để gây mê. Lạnh rồi hả? Đang luộc đừng cho nó gãy cái. Đúng rồi. Này cho nó tươi nó xanh này. 我们今天把这个对话大概都介绍了一部分。那虽然对方他是属于金欧这个地方的人，那你们还是要习惯性一下他们这个当地的地方性口音，你的越南语才会越说越好。那希望大家今天看完我们的影片会喜欢我们今天所做的影片，谢谢大家。